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随着蔡徐坤被曝一夜情致女方怀孕，强迫女方堕胎事件的不断发酵，蔡徐坤事件已经开始走流程了。豆瓣主页作品全部被清空，参加的音乐盛典活动名字也被重新编辑删掉了，地广也被撤了，参与的众多综艺节目《亲亲有你》、偶像练习生等被除名。最让大家关注的是，心心念念的跑男也是在6月30号宣布延期，大家纷纷表示愤怒，你就不能迟点塌方？因为这一期的泰国行，从早期的宣传花絮来说，看点满满，播出当日也有粉丝纷纷给节目组支招，给他打个马赛克就行，别耽误我看自家的爱豆。紧接着跑男就被送上了热搜，立即就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剪辑师竟然在海报上大大的写了一个我太难了，这是道出了多少人打工人的辛酸泪，还得连夜加班修改。但不要被误导，圈妹想说的是蔡徐坤目前很安全，黑粉请放心，不要难过。为什么呢？7月1日晚，北京广告协会明星代言规范委下的艺人与主播舆论监测协同实验室发出警示通告称，中国内地歌手蔡某某事件正在被进一步炒作，并在逐渐发酵，提醒各位商家和相关公司做好风险把控。那北广明星代言规范委是干嘛的呢？近年来，明星代言的广告经常翻车，已经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权益。所以，北广明星代言规范委存在的目的，就是维护好明星代言的广告市场和保障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换一句话说，这个协会是自己人。所以此次发出这2条通告，我觉得有2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告诉路人的，歌手蔡某目前被曝的丑闻基本实锤，并几乎没有挽救的机会，所以提醒路人保持应有距离。第二个意思是告诉商家的，蔡某现在丑闻缠身，已经在播的广告或者已经录好准备播出的节目，要评估下假如丑闻实锤，播出的广告临时撤回，会不会产生损失，要做好应急方案。无独有偶，5月7日，北广明星代言规范委就发布过关于5个女博士的品牌舆情与发酵风险提示。不到1周，5月12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宣布立案调查，随后5个女博士被罚40万。所以综合以上，其实说明了这条风险通告也仅是提示广告方而已，并没有说明蔡某代言的东西有什么问题。所以老粉新粉们可以先彻底安心，毕竟还有1周。蔡某某除了被广告协会点名要求广告商保持距离，也被台湾狗仔点名涉及未成年人。7月1日，台湾知名狗仔葛思琪在与粉丝连线时被问蔡某事件是不是涉及未成年人，葛思琪随后频繁点头，最后辩称仅是自己腰酸腿疼，所以才频繁点头。狗仔葛思琪虽然没有明说蔡某事件涉及未成年人，其实已经是在暗指。那葛思琪是谁呢？葛思琪是台湾省著名的狗仔，2022年曾曝光过汪小菲婚内出轨，与汪小菲、张兰隔岸开喷，最后汪小菲说要起诉，不知后续走到哪一步了。不过现在葛思琪又爆说唱歌手涉及 X 亲，随后又被人家在台北提起刑事诉讼。狗仔作为专挖名人丑事为生，所以有时候看看就好了。那顶流明星为什么老是涉及未成年人呢？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粉丝群体太年轻。以吴某为例，吴某作为当年的顶流明星，在某社交平台就超过5000万粉丝，被誉为中国男神。当然，就那刷过白漆的脸和婀娜多姿的动作，也不知道是谁给他封这个称号。不过，根据其代言商业定位分析，吴某的粉丝78%都是女性，而年龄基本在15岁至34岁之间，其中25岁至34岁最多。成年的粉丝这么多，为什么吴某好未成年那一口呢？还是那句话，年轻就是好，下到刚戒奶，上到没闭眼，只要是年轻漂亮，男人都喜欢。而粉丝也正因为年轻不懂事，样貌好，稍微打扮成熟一点，为了追求自己的爱豆，什么也都可以付出。而作为被追求方的爱豆，看到追求的粉丝这么多，几经一上头，所以不得挑一些好的。也因为这是双向奔赴，所以才有了这些祸害广告商的事。所以此次蔡某被狗仔点名涉及未成年，真真假假，等着看戏就好了。因为被曝的 C 女性不同吴某事件，有诈骗犯在中间两边吃，而且也没在网络爆料，
所以蔡某目前来看还是安全的。为什么说蔡徐坤很安全，黑粉可以保持安心呢？2018年，蔡徐坤参加偶像练习生的一段自我介绍，没想到在2019年火了。随后，蔡徐坤便成为了世人所知的 NBA 形象大使。本以为一个梗玩几个月就消散了，让人万万没想到，却愈演愈烈。2018年的发生的梗，现在2023年还在火，所以我也分不清哪些人是真粉，哪些是黑粉。当然，黑粉我也分不清到底黑粉还是铁粉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次蔡徐坤后院失火，黑粉肯定比真粉着急。练习生的梗在某社交平台2次衍生的鬼畜视频，可以说是真的高不过来。不夸张的说，假如把涉嫌犯肖像权的人全部抓起来蹲班房，你所在城市就得上到开养老院监狱，下到开幼儿园看管所。也正因为黑粉涉及年龄跨度大，所以后面也衍生出了一条相应产业链。第一，影视产业链，比如涉及蔡徐坤的周边画像，自媒体工作室可以用来2次创作，上能与马保国的5连鞭抗衡，下到能与周芷若、张晋对打。所以为了自媒体的晚饭，蔡徐坤要坚持住，否则网络上一群自媒体黑粉将要度日如年。第二，实体产业链，在某平台输入蔡徐坤关键词，马上出现了一堆抱枕、衣服、书包乃至100件的周边，其中书包月销售更是高达了2000件，所以不得不服了这群学生。为了实体经济，蔡徐坤也要坚持住，否则一堆压货的义乌批发店要破产，上到苍生，下到百姓。所以无论如何，蔡徐坤的后院都要保住，不为自己也要为黑粉们着想，否则将迎来真正的一失足千古恨啊。那话说回来，蔡家的后院能保住吗？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无论是从刚说的北京广告协会发的风险提示通告，还是后面的狗仔葛思琪点名涉及未成年人来看，他们所指的明星均是蔡某某和蔡某，并没有指明是蔡徐坤。既然没有说清楚名字，我想也可能是其他明星，毕竟中华大地还有很多姓蔡的啊。7月2日，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网友发现蔡徐坤的豆瓣主页恢复了，即参加的几档综艺也已经恢复正常，并没有被除名。而后这一天，北京广告协会才发文提醒相关品牌方和演艺经纪公司以及 MCN 经纪机构对男歌手蔡某某做好风险把控，作品和节目以及主页就都恢复正常，看来是没蔡徐坤什么事了。对于此前的被封杀言论，算是狠狠打了部分人的脸，粉丝怒批蔡徐坤可能是惹到了什么人，所以才会被恶搞，一个随便谁都能恶意删除的某瓣主页，竟然炒作成蔡徐坤主页作品清空来误导大众，可见是动了哪位明星的利益。当然，或许提示的本身是进行风险预警，也在通知蔡徐坤要正面回应。虽然目前不涉及到刑事类的案件，但这并不代表没有，如果没有此事，完全可以正面出来回应，消除负面影响。一味的逃避，只能是隐藏了更大的秘密，不敢发声。这种场面也发生过，后来他们都凉了，有的销声匿迹，有的脚踩缝纫机。蔡徐坤如果这背后调查出更大的事，这就不是退圈封杀那么简单了。那么为何蔡徐坤的事件舆论为何会这么大呢？华晨宇和张碧晨之间的事，张碧晨怀孕自己生下来，华晨宇也只是单纯的承认了一下，就没有什么事了，两人的该怎样还是怎样。即使蔡徐坤的事件本质上和华晨宇相似，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怀孕了不想要商量着打胎，这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包括他妈妈的非法行为也不应该会出现这么大的场面，为何会这么严重呢？首先，蔡徐坤的流量群体比华晨宇大，并且粉丝惊人的反扑能力太强，不知各位还记得蔡徐坤当时的粉丝打榜，直接比过了周杰伦，一有事情粉丝就开始各种洗白，但是粉丝多，黑粉也多，巴不得蔡徐坤出事，一出了事被黑粉无限放大，这事就严重了起来。而这次不单单是黑粉，连路人都看不下去。其次，虽然多半是调侃，但也有事实。这件事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可能涉及到未成年问题，并且蔡母的违法行为等等问题。好歹华晨宇还回个是的，我们有个孩子。再看蔡徐坤，什么回应都没有，一味的逃避，这能不让人恼火？蔡徐坤的事件，这才是真正的开始，并不是结束，也不代表蔡徐坤凉凉，这场大戏还在进行。
爆料一夜情只是这场大戏的开幕，官方的通报将这场戏即将推向高潮。如果蔡徐坤涉嫌违法，那么将会达到高潮；如果只是单纯的一夜情，那这次的风波也想也不会小。总之，回应是凉，不回应凉得更快，就怕坤坤回应会越描越黑，瓜越来越大。今天就说这么多，作为公众人物，圈妹就很难理解为啥要躲着，为啥不回应？有胆子做事，没胆子承担责任。但凡守住道德底线，还会有后悔一说。希望他像个男人一样承担自己的责任。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